一迹象表明，我国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马上就要服役了，它将怎样命名呢？网友又给出什么样的提议？这几天，美国智库网站 CSIS 公开了一张卫星图，显示正在南海进行海试并参加军演的075舰首舰甲板已经划线。当时，这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正停在三亚港口，甲板上已经画好了6个直升机停机点。而这一景象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国的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服役在即。作为填补我国两栖攻击舰领域的空白，这艘军舰的服役将会是我国海军又一重大历史进程。按照现在的进度，075首舰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就会举行入役仪式。而目前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依旧有一大谜团需要网友们来猜测，那便是这艘舰的命名。既然是中国首艘两栖攻击舰，那么其命名自然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于是，这艘即将服役的075舰命名也引起热议。有网友认为，作为一艘拥有大甲板的军舰，其命名应该和航母一样，采用省级单位来命名。有网友认为，075舰可能是像我们的055型驱逐舰一样，用大城市命名。也有网友认为，像我国的071型登陆舰都是以山命名，可能075舰也会以山命名。另有网友认为，可能075舰会另辟蹊径，采用著名的河流来命名。那么，我国的075型两栖攻击舰究竟会怎样命名呢？实际上，这也是有答案的。根据我国在1986年对海军舰艇命名条例进行补充和修订，明确了我国的军舰命名规则。按照规定，像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巡航舰、战列舰要以行政省、直辖市、自治区来命名，像山东号航母，而两栖攻击舰适用于这个范畴，毕竟它的个头要比不少轻型航母都大。解释清楚后，我们就应该知道，首艘075舰将会以行政省、直辖市或者自治区来命名了。接下来就要看是哪个地方会被选中了。一般大型舰船的命名与之会有关系的，但首艘075舰的命名似乎不像航母命名那样人人都想要，毕竟大家也都需要自己的家乡能分到一艘航空母舰。有网友认为075舰是在沪东船厂建造的，可能会叫上海。不过也有网友认为，首艘075舰正在南海演练，极有可能加入南海舰队，而作为华东的上海属于东海舰队辖区。如果075舰加入南海舰队，按照规定应该采用西南或者华南地区来命名，因此该叫什么好呢？这时有网友提议，既然这个地方既要与075型两栖攻击舰有关系，又要是中国南方的省份，有一个地方最合适不过了，那个地方自然就是咱东南某省了。当然，如果可以叫得好听一点，把首艘075舰命名为宝岛号，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伊朗又一名指挥官遭遇刺杀，为何有人认为这是给了拜登一个烫手山芋？伊朗方面为何选择继续忍耐，而不是奋力反击？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早在今年1月份，美军成功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年末的时候，伊朗的首席核专家也遇刺身亡。一时间，伊朗举国上下方面情绪异常高涨。本以为刺杀事情会就此结束的时候，伊朗方面再次传来新的噩耗。据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沙赫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朗姆地区遇刺身亡。据了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沙赫丹在乘坐汽车在越过加伊姆边境进入叙利亚后，他们乘坐的汽车就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这次袭击造成了沙赫丹与3名随行人员在袭击中身亡。目前，他们的尸体已经被转移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地区。不得不说，这一系列刺杀事件的元凶的气焰确实十分嚣张，3番5次的刺杀伊朗的重要人物。然而，有人却认为，这一系列的刺杀事件会给即将上任的拜登留下一个烫手的山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此前，拜登声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使美国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然而，这一系列的刺杀行动显然会导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甚至会酿成一场战争。毕竟，伊朗核专家遭遇刺杀的事件已经引起了不少伊朗人的不满，纷纷激起了他们的反美情绪。不少人还说道：“不投降，不让步，只有战争。”由此可见，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将很难得到缓和。但是，作为伊朗方面来说，从军方大将殒命到首席核科学家遇刺，再到高级指挥官遇袭身亡，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继续忍耐，而不是奋力反击呢？据分析，首先，因为伊朗相信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伊朗方面认为，等到拜登上台后，美伊双方将会以和平的方式让美国重回伊朗核协议，毕竟这样是对伊朗非常有利的。其次，就是面对美军的压力，他们真的难以招架。眼下，美军已经将他们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撤回了波斯湾。显然，美军的这一举动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针对伊朗。
毕竟此前有消息称，特朗普在任期末会对伊朗发动一场战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伊朗将会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打击。目前伊朗还没有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中走出来，所以伊朗无力支撑发动战争所需要的资金。不仅如此，如果美军在当地与伊朗开战的话，那么以色列等地区很有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号召，向伊朗发动袭击。届时，伊朗将会进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澳大利亚总理为何因一幅漫画而让中国道歉的？此事又如何体现出西方媒体的双标？前些日子，一段驻扎在阿富汗的澳大利亚士兵在麦田肆意杀害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一事，引起全球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近日，我国一位漫画家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幅漫画，漫画中一位踩着意大利国旗的士兵正在用刀杀害着一位抱着小羊羔的阿富汗男孩。这幅漫画的寓意不言而喻。11月30号，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转发了这幅漫画，也相当于提醒澳大利亚官方不要忘记自己犯下的事。然而很快，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声，竟要求中国为漫画一事公开道歉，并且他表示，中国在故意向澳大利亚士兵泼脏水。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亚士兵的罪行被公开后，也就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坎贝尔出面道了歉。作为政府首脑的莫里森可是保持着沉默，如今却急着让中国为漫画一事道歉，用很多网友的回击就是“你也配”。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已经建立了一个透明的程序来调查所谓的战争罪行，这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期望。原来在澳大利亚官方的心目中，滥杀无辜就是民主与自由，揭露暴行就是不民主不自由。实际上，西方媒体对后续进行了冷处理。能找到的一篇 BBC 的报道是，澳大利亚国防军向13名参与谋杀平民的澳大利亚特种士兵发出了可能被解雇的通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那些犯了罪的澳军士兵别说上国际法庭，连被解雇都是有可能的状态。今年年初的时候，丹麦媒体公然在漫画上把我们的国旗与病毒相联系。当我们提出反对时，西方媒体却大谈中国在破坏他们的言论自由，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久前，澳大利亚电视台在一档儿童节目中公然播出污蔑我国古代女皇武则天形象的电视节目，并且在节目中造谣中国人喜欢吃蟑螂等，而当地华人群体提出抗议，并要求节目下架。结果澳媒立马大做文章，称中国在有意渗透澳大利亚的文化自由，感情西方人有造谣的自由，咱们说出真相就得道歉。而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同样在耍一些花招，比如在 BBC 的报道中，我们就发现西方媒体用假图片来形容中国漫画家创作的漫画，至于图片指的是照片还是漫画，并且明确说明，但是漫画的话还需要在前面加个假字吗？很显然，这是在营造一种中国摆拍了一张照片来污蔑澳大利亚的景象。此外，西方媒体报道基本上把笔墨放在中澳关系下降，中国如何限制澳大利亚出口产品上，对于澳大利亚在阿富汗的罪行，以及澳大利亚如何各种针对中国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对此，我们应该多多的为捍卫世界和平发声，不能让全世界只能听见一言堂。据传，又一名伊朗高级将领遭暗杀。今年已发生多次暗杀事件，伊朗频繁遭遇暗杀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据央视新闻报道，转载伊拉克电视台报道，据传，当地11月29号晚，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沙赫丹在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地区乘车时，遭遇一架无人机的暗杀。沙赫丹与其他3名随行人员被无人机杀死。目前，伊朗方面还未正式回应此事。如果此事属实的话，那将会是今年第3起能引起全球轰动的针对伊朗军事将领以及科学家的暗杀事件。今年年初，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被无人机炸死。随后，白宫方面承认是美军派出死神无人机执行了这次行动。而就在几天前，伊朗著名的核专家法赫里扎德在大街上被枪杀。后经了解，伊朗专家是被一架埋伏在车辆里的远程遥控机枪所杀，随后车辆自爆销毁证据。伊朗方面指责是以色列策划了这起行动，不过乙方予以否认。从上述事例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如今伊朗所面临的压力。或许他们有在战场上一战的勇气，但谁也遭不住这防不胜防的暗杀。而且短时间内，伊朗的敌人就会针对伊朗的重点人员发动多次暗杀，这是要赶尽杀绝的节奏。那么又为何伊朗会沦为对手重点下手的目标呢？有分析认为，这是此前伊朗试图对西方让步，反倒纵容了对手对自己的暗杀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苏莱曼尼被暗杀后，伊朗虽然对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进行报复，但美军就好像得到通知一般，提前躲进地下掩体。有人分析，这可能是美伊之间演的一场双簧。苏莱曼尼被杀，伊朗军方需要给民众一个交代，但伊朗又不想杀死美军士兵，给美国人落下战争口实。此次伊朗核专家被暗杀后，伊朗官方总体态度上也表现得比较沉默。总的来说，伊朗在实际部署中并不如他们平时言论那样表现的那样强硬，倒是美军方面对伊朗内事步步紧逼。比如前几天，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就开进了波斯湾中。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的情况。首先是伊朗并不想战争，即使苏莱曼尼被美军挑明给暗杀后，伊朗依旧是克制的一方。在此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其实对战争也不是很热衷，挑明更希望对伊朗进行封锁，使其内部巨变。然而，经过疫情肆虐、国内阶级矛盾、大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美国似乎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换句话说，美国当权者急需找个软柿子来捏碎，中俄自然不会是这个软柿子，但伊朗就不一定了。谁让伊朗此前屡屡克制？在杀死伊朗核专家后，看着伊朗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现。既然暗杀这招很好用，而且伊朗的底线似乎也还在，那西方可能将会非常热衷这种活动，并不会因为伊朗的让步而停手，反倒会变本加剧。但实际上，伊朗现在面临的情况已是无路可退，因为他们的敌人不像过去那样也在避免战争，反而现在更希望发动一场战争。给伊朗的选择可不多了。从一开始对敌人抱有幻想就是个错误的想法。伊朗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拿出态度的同时，寻求其他大国的介入，增加自己的筹码。